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承炫，这里是完全娱乐频道，这里有最丰富、最及时的资讯哦，大家赶快按下订阅吧。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承炫，你们也可以叫我炫。热烈欢迎第一次来到玩娱的王承炫，在《青春有你2》节目中表现亮眼，受到许多关注的炫，梦想成为偶像都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然后也很喜欢，就是在台上，然后表现得好，然后大家鼓掌的那个时候，然后就觉得哇，聚光灯照在自己身上，觉得好梦幻了，所以就越来越喜欢待在舞台上。所以听到掌声跟欢呼声，你就会我会很兴奋。来，是这个氛围吗？是这个氛围？差不多。你是加入就是 TPG 文创吗？你当初是怎么跟就是 Hiro 老师认识的？哦，那个时候是我参加广告的海选，然后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老板，然后他是评审之一，然后所以他就是看到我就觉得哦，我有潜力，可能是这样吧，可能是这样吧。完成梦想的过程当中，你有为自己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吗？就是例如要什么，就是不能谈恋爱啊，然后要很积极的维持身材啊这些。不能谈恋爱，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就是特别想要谈恋爱啦，但就是所以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像是要节食这一点我就是要多努力，因为就是美食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那你那时候比赛完带回来的辣条都吃完了吗？都分了。所以你主要是带回来分大家的，不是自己要吃的。对，我当然也有，就是准备一些是我自己要吃，然后我跟我妈一起吃。没想到我妈她就都分出去了，分给亲朋好友。对。聊起吃的话题，炫害羞的模样真的太可爱。而在参加《青春有你2》的过程中，导师们也是让王承炫成长进步的关键。在我表演《Lion》的就是那首歌的时候的饶舌课，就是说唱课，上 Johnny J 老师的课的时候，他除了告诉我们在饶舌方面就是要注意哪些事情之外，他还跟我说了，就是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开心就好。然后开心就好这4个字也变成我现在的座右铭。就不要小看这4个字，它所代表的意义不是说就是那就随便去对待，反正我开心就好，不是这样子的感觉，而是在当我面对到压力，在我面对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选择我舒服的方式去解决它。是不是也是因为这4个字，让你好像在我们看到，感觉你在节目后期整个人有那种放开了的感觉，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就是很自在。对，我会从压力慢慢变得越来越舒服。导师合作舞台的时候，跟你是同一组的。那时候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你们4位在练习室就是还特地演了一出戏整老师。原本要安排我讲的话是更重的话，但是因为原本还想说万一豆芽老师他没有进入状况，万一他就是很chill的就这样又过去了，那怎么办？所以才安排我就是原本要讲一句很重的话，就可能不认同他的作品之类的，但是没想到在那个当下，他一下就觉得你们这样那怎么办？他很就是反而是他很紧张，对，他很紧张，所以那个时候想说算了，那不要讲那一句好了，所以我才没有说话。其实那个坤 PD 在节目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他之前有一些很暖心的事情，有没有让你觉得哇特别感谢的部分？特别感谢，有一次这也是那时候是 RMBO Night 的时候，然后上他的课，他就看到我很紧张，因为我在就是表现给大家看的时候。就一直出错，然后就忘词啊，然后那时候就很紧张，他就感觉出来，就是我们团队的压力就是整个都太大了。那个时候他就叫我们坐下来，然后他放音乐给我们听，然后跟我们说，不要都一直把压力往心里放，就是不要考验自己能装多少的压力，而是你要怎么把压力释放出去。所以其实老师在节目里面的角色，除了就是顾到你们表演之外，其实给你们的心灵上面也是蛮多建议的，对不对？我真的学习到很多。
那 Ella 老师呢？她是不是就比较像大姐姐？ Ella 老师反而是充满母爱。虽然说充满母爱，然后很温柔，但是是我最害怕上的一堂课，她的课，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上她的课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走心，然后就会感觉很想把很多事情都告诉她，就自己的压力也很想就一下就释放出来。我每次上的课我都觉得有点想哭，然后有点感动，我也不知道我在感动什么。会莫名的鼻酸，是不是？对。就 Ella 老师就是有这种就是感性的力量，就对了。对，我记得 Lisa 老师有一次是帮你们上课的时候，因为 Lisa 老师的中文不是那么熟悉，然后那时候就把你的那个，因为他可能觉得字看起来都很像炫跟品轩的轩搞错了。Lisa 老师是不是有蛮多这种比较可爱的时刻？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哦，他好可爱哦，就是他怎么会就是这样？我不觉得说，可能会念错字，但是他念错，那时候觉得好萌哦。那他在教舞的时候呢？他在教舞的时候完全就很反差，就是很严肃、很认真的老师。不管是坤 PD 或是每一位导师的指导，对王承炫来说都弥足珍贵。青春有你2的比赛过程中，身旁有着训练生姐妹的相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觉得给你最多支持啊、鼓励的训练生？我觉得是红蓝影业的徐真真姐姐，因为她其实从一开始跟你合作，不管是节目上或者是私下在宿舍的生活，就给你很多照顾，对不对？对啊，然后她也就是常常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来分享。他有分享什么好吃的给你？好像不能讲很多，但是就我讲不少也不对吧，就是有蛮多好吃的。不好说这样子。特别让网友就是点出来，特别喜欢看的是你跟玉妍姐姐的互动，你有发现这部分吗？哦，我有看啊，我有看到啊。玉妍姐姐她对我很好，就是她一直都很照顾我，而且她就是平常就可能话比较少，但是发生某一些事件的时候，然后你又会觉得，她怎么会这样？像是我在彩排的时候，因为我忘词了，然后就是现场就要停机嘛，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是马上道歉，那是必须要道歉的。然后他在台下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就听到他喊没有关系哦，但是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声音，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很暖心。因为其实玉妍在节目上，我们感觉她的形象是比较酷的，可是她好像真的都把她的温柔留给你了。没有啦，他本来就是那样温柔的人。那现在节目结束啦，就是大家就是开始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你们还有透过就是一些群组，你们有自己的群组会聊天分享自己的近况吗？有啊，我们现在都有用那个微信在联络。其实，在长隆的时间半年多，那几乎每天都是有固定的行程啊，要上课。我们蛮好奇说，就是你们每天的行程，就是那些课程是会有像我们以前在学校会固定说什么几点到几点要上什么课这样子安排吗？会啊，就是早上通常都是舞蹈课居多，然后我们就是差不多隔1个礼拜，就是1周，然后就会有一个像是小成果发表。类似验收的。对，然后老师还会排队型之类的。会有那种午休，然后吃午饭的时间也都是固定的。对啊，都是固定的。所以其实真的很像在学校上课的感觉。对，按表操课这样。对，很好玩。在参加青你2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蛮多表演的舞台，你自己有没有对哪一个舞台是你自己觉得哇最喜欢的？表演的舞台，我喜欢 Lion。因为我光是看那个舞蹈，我就觉得很喜欢，因为就很，其实我觉得有一点 hip hop， 然后跟 crump 的感觉，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女团的表演，然后可以有这样的，那时候就觉得很帅。决赛那一天非常的紧凑，那在宣布那个成绩的时候啊，就是当你听到宣布第12名王承炫那个当下，你就马上掉下眼泪了吗？我觉得那些眼泪有很多很多的含义，跟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它是一个 mix 版本的。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非常难过，那不是难过的眼泪，是我舍不得那些为我努力的粉丝们，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很努力的
在为我就是加油。那我也觉得说啊，那我怎么会就是只走到这样？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很努力。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放心了的感觉，因为领到成绩单了嘛，我紧绷了这么久，我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我终于领到成绩单的这个感觉。所以当下不是觉得说哇好遗憾不能进入出道组，反而比较多的是觉得很可惜没有达到就是给你助力的这些人的期待。对，我很怕他们觉得很难过。那你这样结束之后，你有去上网看一些大家给你鼓励的留言吗？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感动的？有啊，我觉得其实我的粉丝们，我的小翅膀们还都是很正面积极的。回家之后见到老板啊，见到朋友，甚至见到妈妈，有没有给你一些鼓励跟安慰？有啊。但像我的朋友们，他们都说啊，你在里面很辛苦哈，是不是都什么都不能吃？然后我妈妈就是我回来的当天晚上，然后她就准备了蚵仔煎，然后准备臭豆腐，就我就很开心。然后她也跟我说，就是辛苦了，然后回家就好好放松，好好睡觉。然后我的老师他也是，就是我回家之后，然后他就说你好好休息，然后之后我们打起精神来，然后继续往前冲。那你这阵子有好好的充电了吗？充饱电，好好的吃，好好睡。有啊。就是讲那么含蓄这样。OK， 从这个反应看来，炫回到家应该已经有好好睡、好好吃，充一波电啦。在《青春有你2》累积许多表演舞台的经验，面对初次光临的炫，婉瑜也特别准备了一项考验，让炫跟着亲你每一次舞台不同概念的曲风，随着音乐立马反应迅速变换 pose 摆拍。你 OK 吗？你 OK 吗？我希望我不会看起来很慌乱。好，那你准备好了吗？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开始哦。好。看上新时代 ，Cause I'm a bad girl， 找自己回来 ，Cause I'm a bad girl。Hey boys don't mind， Yes ok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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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发吧 ，R&B all night，I just wanna R&B all night。我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怎么办 ？Do what you wanna do， 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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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进你的心里。忘了。知道的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是好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bit, little bit， 不要弄去爱，别悲伤难过不存在。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bit， 不需要出来，我有时候不快。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bit。你很从容哎。对啊。所以你对这些歌曲其实都还记忆犹新，对不对？包含连最一开始的你们出评级的那个歌曲，你都还是出舞台那当然那是我写的哎。你自己作词的嘛，对不对？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就是想要跟你学习的点，虽然说我们也不知道学这个要干嘛，就是因为其实你们每一次那个歌曲的 ending 都要定在那边，让那个摄影老师拍到你们那个 ending 的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什么关键？刚开始因为那个灯会一个一个这样闪嘛，然后我一开始我会想说哦第几个是我这样，然后到后来我很害怕抓不到，所以每一次灯亮我就做一次，每一次灯亮我就做一次，就每一台灯亮你就看它，你就看它。你有知道最多做过几次吗？最多哦，对，印象会不会是主题曲？主题曲要做多少次？主题曲都不会亮啦。做不完。而且那么多人，有没有？最多次的，真的最多次的是最后一次的舞台，就是 a little bit。哦，因为10个人呢，然后灯就要亮10次啊，然后我就做了10次啊。哇塞！那不会很喘吗？如果很喘的话怎么办？这样比较有女团的感觉啊。很卖力的那个跳完。没有啦，真的很用力在跳。像我现在经验还比较不足，所以我会这样子做啦。但可能之后我多练习，然后就可以哦，那一台机器，然后它亮，它就是我的。
努力不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透过《青春有你2》的舞台，让更多人看见炫的魅力。在这次专访的最后，我们也让炫给自己一封影像信，对这些日子以来辛苦的自己说说话。嗨，王承炫，恭喜你毕业了，从《青春有你》毕业了，但是你的青春没有结束，你要继续加油。这半年来辛苦你了，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受到了多少的压力，然后你听到了多少的话，然后你学习到了什么。记住最后一点就好，记住你学习到了一些什么，然后把这些运用在你以后未来的路上，不要让这段时间就成为过去了就过去了。我相信你以后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我相信你。然后不要太担心，也不要想太多，就是努力去做。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你就去补足它。不要想太多，不要怕别人觉得你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不好。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对你才是好的，这样就够了。加油，冲啊，王承炫！努力用力奋力呈现每一次的表演舞台，辛苦了大半年，如今成长蜕变的炫，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关键，未来的动向也让大家都相当期待。按照惯例，我是不会说的，我喜欢保持神秘感。想知道我的消息，可以到我们公司还有我的 IG， 然后追踪我们，可以查 CG 或者是王承炫。都可以得到。好，今天谢谢承炫，谢谢你。完全了，祝福炫未来冲呀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承炫，这里是完全娱乐频道，这里有最丰富、最极致，再一次。